没有人类，哪来的前后、上下左右、东西南北？注意，物理学中描述运动、空间、质点、观测者三个要素一个都不能少，否则运动就失去了意义。描述时间的变化有点特殊，观测者和质点实际是一个东西。人类对运动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。牛顿力学认为，描述一个物体的运动，必须找一个被认为是静止的参照性物体作为参照物。到底是什么挡住了人类前进的步伐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人类科学曾长时间处于萌芽状态。那时，科学与宗教、哲学的界限并不分明，仅有少数人在思考和探索，而科学真正发挥强大作用，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情。尤其是自牛顿力学诞生以来，物理学作为一切科学之母，其每一次重大突破，都如同星星之火，迅速引发其他学科领域的革命。近代的电磁学、相对论和量子力学，更是让人类在能源、交通、工业制造、建筑、信息处理、宇航等诸多方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彻底改写了人类历史。然而，令人困惑的是，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诞生近100多年来，基础物理学竟再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，相应的技术应用科技依旧建立在100年前的基础理论之上，而物理学各领域的进步也只是对之前基础物理学的完善与补充。究竟是什么阻挡了人类前进的脚步，致使基础物理陷入停滞？1985年，我有幸接触到地外文明，从他们那里找到了答案。原来，人的思想意识竟悄然渗透到物理规律之中，最基础的物理概念里都有我们人类意识的成分参与。可这一点却让地球人难以接受。在地球上，大多数普通人以及科学家都认为，自然科学的本质就是认识客观规律，解释宇宙中的一切现象。科学必然是客观、严谨的，绝不能被人的思想意识所左右。在他们看来，宇宙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，不会因人类的思想意识而改变。比如，我们仰望天空，无论我们是否观察，月球都应围绕着地球以同样的方式旋转，其旋转的原因取决于月球与地球的相互作用，与人类的观察和描述毫无关系。这种观点在地球科学家的脑海中早已根深蒂固，鲜有人去质疑其正确性。当科学家们用笛卡尔直角坐标系描述物体在三维空间中的运动时，他们习惯将空间视为静止不动，而物体在这静止空间中运动，却从未有人觉得这有何不妥。然而，量子力学却给这种被很多人视为绝对正确的看法来了一记重击。量子力学的光的双缝干涉实验中，光子从2个竖着的缝隙穿过，可以在后面的挡板上形成波的干涉条纹，这表明光是波，似乎并无问题。可当人们将光子一个一个的通过缝隙时，后面挡板上仍能形成干涉条纹。难道光子能自己和自己干涉？而当人们观察一个光子到底从哪个缝隙经过时，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挡板上的干涉条纹竟然消失了。难道人的观察真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光子的运动？量子力学中还有著名的薛定谔猫实验，将一只猫关在装有少量镭和氰化物的密闭容器里，镭的衰变存在几率，若镭发生衰变，会触发机关打碎装有氰化物的瓶子，猫就会死。若镭不发生衰变，猫就存活。根据量子力学理论，由于放射性的镭处于衰变和未衰变2种状态的叠加，猫就理应处于死猫和活猫的叠加状态。猫到底是死是活，竟取决于我们观察者的观察。看到它是死的，它就是死的；看到是活的，它就是活的。量子力学就这样将人的意识这个让所有科学家都极力回避的话题，硬生生地带入了物理学。人类已无法再回避意识与物理之间的关系。地外文明对人的意识和物理之间的关系有着独特的见解。物理就是人对几何世界的描述。如果没有人，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物理，但几何世界依然存在。他们认为，宇宙由物体和空间组成，除此之外别无他物。在宇宙中，像我们眼前的一棵树、一条河树，树的生长、河水的流动是势，而时间、位移、质量、
电荷、场、能量、光速、速度、动量、力、温度、声音的，都是物体相对于我们观测者运动时，经我们人类描述出的一种性质。没有人类，这些物理概念便不复存在。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，运动状态也是我们人类描述出来的。没有人类，就不存在运动状态。相对论认为时间、位移、力、质量等很多物理概念是相对的，对于相对运动的不同观测者来测量，可能有不同的数值。这相对二字而延伸开来，其实就是相对于人类这个观测者而言。如果没有观测者，或者不指明是哪个观测者，时间、位移、速度、力、质量、能量等许多物理概念便失去了意义。由于这些物理概念来自于物体相对于我们观测者的运动，或者周围空间的运动，所以脱离观测者描述运动是没有意义的。乍一看，这种观点似乎是唯心主义，但唯心主义认为一旦没有观测者，一切都不存在，这也是错误的。正确的看法应该是，宇宙中所有的运动都是相对于我们人类而言的。一旦没有了人类，宇宙就像照相机照相的一个定格镜头，并非不存在。物理学中的运动状态从几何角度看就是垂直状态，是同一个现象。我们观测者从不同角度、物理角度和几何角度看出现的不同结果。运动状态是我们人类对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不断肯定、否定、肯定、否定的结果。有人认为，在没有人类之前的宇宙一切照样在运动，所以运动的存在与人无关。但没有人类之前这句话其实是个病句，没有了人类，哪来的之前呢？没有人，就是把人排除了。既然排除了人，就不能再用人来定义之前或之后，之前之后都是依靠人来定义的。没有人类，哪来了前后、上下左右、东西南北？注意，物理学中描述运动、空间、质点、观测者三个要素一个都不能少，否则运动就失去了意义。描述时间的变化有点特殊，观测者和质点实际是一个东西。人类对运动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。牛顿力学认为，描述一个物体的运动，必须找一个被认为是静止的参照性物体作为参照物，强调在某一段时间里物体在空间中走过的路程。牛顿力学认为，时间和空间长度的测量与观测者的运动无关。相对论继承了牛顿力学的基本看法，但强调不同的观测者测量某些物理量的数值可能不同。相对论认为，时间和空间长度的测量与观测者的运动速度有关。低速时关系不明显，接近光速时则特别明显。描述运动必须相对于一个确定的观测者，没有观测者或不指明观测者，描述运动就没有意义。物理上的运动状态和静止状态都是我们人类描述的。如果没有人类，宇宙只剩下物体和空间。物体和空间是处于运动状态还是静止状态无法确定。没有观察者，就不存在运动状态，也不存在静止状态。一个物体在没有观察者的情况下，到底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，也无法确定。没有观察者讨论运动或静止毫无意义。选择一个参照物描述运动有时候并不可靠。时间是我们观测者自己周围空间光速发散运动给我们的感觉，肯定与观测者的运动相关。物体在空间中运动的位移也与观测者的观测有关，不同的观测者可能有不同的结果。综上所述，如果没有我们人类的描述，宇宙中所有的运动状态都是不存在的。很多人反对这种观点，他们认为宇宙中物体的运动状态与我们观察者的观察和描述无关。不管有没有我们观察者的描述，物体都以那种方式在运动。我们的观察不会影响物体的运动形式，但这种看法隐含了错误，是逻辑思考不严密的结果。没有了人，你怎么知道地球、月球在旋转？设想有两个观察者，一个看到物体在运动，另一个和物体一同运动。一个认为物体在运动，另一个认为物体静止。物体到底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？显然，物体的运动状态和静止状态是相对于我们观察者而言的。
与观察者的观察和描述有关，而不是无关。准确地说，如果没有我们人类的描述，宇宙中所有的运动状态和静止状态都不存在，宇宙只是剩下物体和空间存在着，其余通通不存在。比如，人们用皮肤感觉冰的冷，开水的烫，大脑再一加工，便有了温度的概念。某处有物体震动，引发周围空气震动，我们用耳朵感觉着空气的震动，再用大脑分析，便有了声音的概念。人们用眼睛看到花草的红红绿绿，天空的湛蓝，大脑再一加工，便有了颜色的概念。现在很多人也意识到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之所以是那个样子，是大脑描述出来的，有大脑加工的成分在里面。动物看到了景物和我们人类有时是不同的。人在光线不足、昏暗的情况下，眼睛看不清楚，大脑就会去猜测，看到了景象很多都不是真实的，只是大脑的猜测。从地位文明的角度看，现在的物理学在向深度进军，破坏了人的思维基础和思考平台，再前进就很困难，所以物理学现在停滞不前。比如，他们认为宇宙一切物体周围空间总是以光速向四周发散运动，而我们地球上的科学家一直假定空间是静止和不动的，这个认识的根本就出了问题。人类现在必须要思考，我是什么，以及我与物理学有什么关系。没有思想上的暴风雨，在物理上我们就不可能取得突破。人类的前进之路因意识与物理的关系之困而受阻。地外文明的观点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，让我们重新审视人与物理世界的关系。我们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认知，而应勇敢地面对意识在物理中的作用这一挑战。只有经历思想上的深刻变革，我们才能突破当前的困境，推动基础物理学乃至整个科学领域的发展，引领人类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。